Hello， 宝贝们，这一节课的话，我们给大家讲到的是，水彩打底我们用到的胶的选择啊。这个的话可以说是我们作为水彩款式的时候，底下啊可以看这个板啊，这个就是我们底下打底所需要用到的颜色的这个选择上。啊，也就是这一点，怎么样去挑选什么样的款式可以搭配什么样的底色，或者说可以用到什么样的底色作为打底啊？那我们来给大家具体去详细区分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老师有给大家写出来，它有分为这样的3点：全透色打底、半透色打底和实色打底啊。先来看款啊，我们通过款式去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样的款式是用全透色去打底的。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小玫瑰花，它底下的通透感会非常强，对吧？我们再通过它，你可以隐隐的看到后面的样板，对不对？啊，这样的感觉的，它呈现出来的就是完全一个特别有通透感的啊。还有我的这个款式，这种效果的话呢，你看它呈现出来的也是同样的，底下是完全透明的。这种效果的话，我们放在指甲上面啊，它会觉得这个底下的透感，你看特别强。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很适合做成穿戴，然后做在手上就是很透亮干净的一个效果啊。那它这种胶我们再涂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或者说什么样的颜色是全透色啊？那我们给大家涂刷一下啊，可以看到我这个样板当中有选取这样的颜色，光去看的肉眼分辨的话，可能我们实色和透色能区别出来，但是半透和全透不太能区别出来，对吧？那所以说我们涂到甲面上来看一下效果啊。选择说这样看起来颜色好像很深，有一点是这种蓝灰色的一个感觉，但实际上它上甲我们稍微再去给它堆出来一点厚度啊，不要太薄的去涂，太薄的去涂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分辨半透和全透的时候，稍微让它叠出来一点厚度啊。但是即便说你看到我去叠这样的厚度，它底下的这个底座也是能够清清楚楚的能够看得见的。这样的颜色的话，它就是全透色啊。那么说这样的颜色的话，它适合做什么样的水彩的款式呢？就是当我们想要强调一个款式的透明度的时候啊。再来看这2个款，这个是我做出来的一整套的啊，有点是这样的小穿戴。它的话呢，就是这种全透明的打底。微微有一点点泛白的这样的一个全透明的透白色去呈现出来的，然后上面利用水彩去带一点点颜色，让它的背景色看起来有一点氛围感，然后同时又是非常通透的啊，这样它的效果会看起来很干净透亮啊。那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体现美甲款式的通透感。尤其说像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小国风的款式啊，它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非常干净的啊，整个画面看起来一点杂质都没有，就像我们所画出来的这样的莲花和花叶一样的感觉，对吧？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一个效果。那所以说这种效果的话，而且我们再加上后期这个款，我后期再有做它的一个像是荷塘那个感觉，把这个橄榄绿加进去，就有一种它的池水是清澈见底的啊，就这种感觉。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氛围感，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完全清透的效果。那所以说这个底色它是有底色的啊，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底色，你放在肤色上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它跟完全透明的这种甲片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跟完全透明的这种甲片它是不一样的。这种的话，如果我们把它涂成透明的，大家对比一下啊，看这种完全透明的，我们把它涂出来，
它俩这之间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的，对吧？就这个是微微有一点泛白的，这个时候就很强烈的。那为什么说不直接在这种全透明的上面直接去画啊？还是要让它有一点色彩渲染的，跟我的这个款式啊，还是那句话，跟我的款式是要贴合起来的。你像这个的话，它就是体现出来这种很洁白、很干净、很纯粹的一个效果。那你像看这个款式的话，它就是一个比较跟我的玫瑰花啊，玫瑰花的颜色我们用的是这种干枯玫瑰色，对吧？那所以说我的背景色里面它用到的是可以跟肤色啊，可以跟我的这种干枯玫瑰颜色非常搭配的肤色去选择的。所以这种时候的话，我们要看根据款式去定它的打底色啊。那也可以说是，假如说我们想要一个粉嫩的效果的话，当然也可以选择一个全透的粉色系。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说这种半透底色啊，还是我们先给大家涂一下什么样的感觉叫做半透色的。比如说像是这一款啊，看它这种款式的话，如果我们薄涂非常薄，看我啊是完全把刷子压平了这样的状态下，它可能会是全透色。啊，但是它这个时候色彩的偏向不强，我们稍微给它厚涂一点的话，哎，它可以把我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底座啊，它是若隐若现透出来的，这样的效果的话呢，是一个半透色的。所以这种半透色其实来说啊，它在水彩的款式应用当中是最常用的一个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真人在做指甲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行为是想把他的这个指甲连接线的位置去遮掉的，对吧？因为指甲连接线我们有可能说是贴的穿戴呀，有可能是这个做的甲片贴片呀，对吧？也有可能是做的光疗延长，对吧？那这样的话，指甲连接线的这个位置啊，它完全是透明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好看，但当自己的指甲慢慢长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节点啊，这一部分是你自己的指甲啊，这一部分就很丑啊。所以说刚才老师有强调到，就是这种全透色是非常适合做穿戴甲的，因为你自己的指甲一旦长长了的情况下，那个衔接点是不太好看的啊，这个是不太适用于操作在本甲的啊。我先写出来。这个字实在是不是特别好看啊。这是怎么了？今天不太适用于本甲啊？为什么？因为本甲咱们自己的本甲都是那个前面长出来那个地方都是有点发白的，你再怎么去涂透色，它出不来这个通透感的。它露出来的只是咱们自己的指甲，反而会显得有点脏啊，有一点丑，或者你自己指甲稍微有一点瑕疵的话，它都可以一览无余。但是半透色就不一样了，它的好处就是会涂出来之后它是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对不对？有透感，就是有透感的效果，但也有一定的覆盖力。覆盖力，对吧？它是那种半透的效果，所以会让我们的这个里面呈现出来的感觉是那种若隐若现的。那在它的上面画出来的款式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那就这个款式就多了啊。首先你可以说是看一下我们这个样板当中的这个款。拿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款最初的打底我就是用透白，然后上面逐渐去做颜色，这个款也是，那包括这个款也是啊。然后一会儿老师再来讲它上面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方法用到都是什么样的。咱们先看颜色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颜色我用到的就是我刚才用到的这种感觉的，只不过最后我做出了是一个磨砂效果。你看它的色彩这个遮盖力就是还可以的，我们想让它有透感，同时又保留到了可以把我们指甲这个边缘线可以让它遮盖住的啊，这个效果它就很好的可以说囊括了这些优点。那所以说半透质地来说是美甲水彩的款式当中最常用的一个啊。再来看一下别的，
看这种啊，包括到这个底色也是刚才的那个底色啊，这种的，你看它是灰色的，但你隐隐约约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后面这个底座的位置，对不对？这个透明的地方隐隐约约能看见，它是若隐若现的效果，并不像说这个看得特别清楚啊，是这种的，对吧？你后面有啥，其实恨不得都能透出来，我的指甲在后面都能透出来，但是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隐隐约约透出来的一个效果。然后还有就是这样的啊，深色调的了。这个，你看起来它颜色好像非常深，但实际上它是有透明度的啊。老师来拿几个例子，一个是这样的山水的，然后这个是咱们发过作品的一款啊，它是这种感觉好像是颜色有实感，但实际上涂出来它是有一种透透的一个效果的。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有那种做旧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当时是做的，稍微有一点点泛黄的一个效果。那再来看这个的话，我们透过光去看底下这个是不是隐隐约约还在，只不过它这个用到的是透红和透黑色去结合做出来的一个效果啊。那再来看这个款也是一样的，它这个里边啊，它的透感也是有的，它这个颜色是有一点暗紫色在里面的啊。还有我们在做这个凤凰的时候，在做这款凤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用到的都是那种山楂红啊，或者说是暗酒红啊，但是它里面都是有透感的。为什么就是选择透色做水彩偏多一点呢？啊，因为水彩本身就有透感啊。我们用半透质地或者全透质地的色胶作为它的基底色的话，它就能同时渲染出水彩，强调出水彩的一个优点出来。所以的话，我们大部分会用水彩的这个操作水彩的时候，会用透色或者半透色去操作啊。那它的一个操作的方法都有什么样的啊？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是我涂完这个颜色之后，我可以直接去上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是吧？还有一点啊，是我们再去做渐变色。这个渐变色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可以是单色这样渐变，可以是多色渐变。渐变上面的这层颜色可以用实色的。这块可以是实色的啊，这个其实就是介于半透和实色之间了，让它形成出来一个很有氛围感的一个渲染啊。还有哪个是这样渐变色的？这个也是，就是让我的这个款式不至于全部都是实色，不至于很沉闷，它有透明的部分，然后又靠着深色来强调它的颜色的一个浓度啊，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形成出来做出来的款式也是非常好看的。那像这种的话，我们就是用实色做渐变啊。还有一种就是用小海绵啊拍出来的颜色，它拍出来的颜色的话，会是这种多色叠加的一个效果啊。就比如说像这个款，这种的话里面是用小海绵拍出来的，然后我这个后面是有再加入一些人鱼粉进去的，所以它会有这种闪亮的感觉。如果是用珠光水彩的话，它不会达到说这么亮啊，它亮度的话会稍微柔和一点啊。看我们最终想要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效果，然后再去选择它应该是用到哪一种啊。你看一般来说底下加上这样珠光水彩的话，它都是微微发亮的，很梦幻的一个效果。你再看这个也是，这个里面加入到的珠光水彩隐隐约约有一点点，然后会增强它的梦幻感。那这个效果也是一样的啊，增强一点梦幻感。你要让它很强烈的、非常亮眼的啊、很绚丽的这种效果的话，就像这个上面的这个蓝色的光，还有这个上面拍上去的这个颜色的光，这个都是直接拿那种人鱼粉仙女粉就拍出来的效果了啊。用基本上是在我保护好这层水彩的颜料之后，基本上都是用底胶去包嘛，对吧？包完之后的话，再用海绵小海绵拍一点这个颜色上去，或者说是直接在打底的时候直接就拍上去，这个也是根据款式而定的啊，有这种方法在里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底色已经涂好了，然后我们用水彩去渲染它的背景色。这个的话就像是这个款啊，这种我基本上也都是半透色打底，因为全透色的话上面再叠加，它会是另外一种效果，就是这样的了啊。
那我基本上我用全透色，我再去打这样的底的话，我都会保留出旁边透明的部分啊，要不然我为什么要涂这样的全透色？我肯定是要让它通透感强呀，对吧？那半透色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可以，要么可以是有保留一点点，然后大面积的去渲染背景色的。这个颜色可以是 N 多个啊，就去叠加出来。这个效果都是水彩，就是怎么样能分辨是水彩还是拍上去的颜色啊？其实非常好分辨，拍上去的颜色它颜色会有颗粒状，或者说它颜色衔接的那个感觉啊，颜色是偏重的，但是水彩是有透感的，而且水彩里面的这种状态的话是那种渲染的效果，颜色深深浅浅的啊，这样的感觉，你看这样的感觉，它里面是有这种纹路的，带有这种纹路色彩的，甚至是多色叠加，你每一个颜色的它的存在都很强，你都能分辨出来。你像这一个里面既有粉色，也有这个暗紫色，也有这种深紫色，还有蓝色，对吧？它的每一个颜色色彩叠加在里面，你都是能够看得见的。但我们如果用海绵拍把颜色拍上去的话，你可能就能重点看到哪个颜色深，你就看到哪个，对吧？它是这样的啊。那所以说半透色打底的话是可以说是最常用的啊，一般做晕染也会用到它。最常用的，然后的话也适用于各种技法，对吧？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渐变色呀，水彩的颜色渲染啦，对吧？啊，单纯的去使用啦，都可以。可本甲，可做穿戴。对吧？这样的，然后再来说什么样的是实色打底？实色打底其实就很容易分辨啊，它所成的颜色，它的打底色的话是没有任何透感的，它是完全有覆盖力的颜色。也就是说，我们涂在本甲上的话，什么若隐若现没有，而是完完全全的能把我们自己本甲遮盖住的。实色的效果，我们先来看一下款式啊。那这个款。还有这个款，其实我当时想做的就是从中间往外颜色越加越深，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实色啊。从中间这个其实是半透色，然后逐渐往外，它这个渐变色我用的是实色，然后这个粉色我用的是实色的粉。还有什么样的款式？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种其实实色来说的话呢，它所呈现出来的款式是相对而言比较少的。一些小国风会比较适合一点啊，你像这个灰色调的，还有我这种就是栀子青绿色调的，我做的还是一个双色渐变，让它颜色有一种这种绿色的一个效果啊。然后还有这个款式就是比较有这种国风韵味的，然后背景色我用的是实色的2个颜色做的一个颜色的渲染，就有一点我这个是为了去模仿那种古代的家书，那种纸张，然后里面有一种脏脏的那种背景的感觉啊，所以说我用的是实色。那这个可以说是用在一些个别的古风款式啊，就是当你想要渲染某种效果的时候去用啊。然后的话呢，它所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透底的，对吧？不透底。但是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其实来说啊，就会稍微削弱了一点我们水彩的一个色彩。那这种啊，你像做这种山水，其实它因为它底色非常深，所以对我们上面做水彩的一个要求也会高一点。但凡你的颜色有点瑕疵在上面，其实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它对我们的技术也会要求稍微高一点点。那其实实色来说，在我们的款式当中是不常用的啊，也不太建议新手去操作的。新手的话，我们就本着做半透色的这个啊，先去做款就可以了。实色的这种款式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已经说成型的、成功的这样的款式去操作啊。你就像看这两个我用到的也是实色的。
这种实色的话呢，你看我在做这样的一些比较可爱的风格的时候啊，可以去用上去啊，因为这个为什么这个小熊啊，还有我的这个打底要用到的是这种实色啊，因为我这个熊的话着重也是让它颜色发白一点，那想让它呈现出来整个是一个像是奶油一样的啊，奶酪一样的一个画风，所以我打底色用到的是这种奶白色啊，我选择的是实色。如果要透色的话，这种奶白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明显，那可以说为这种我在去做这样的款式的时候，我具体呈现出来是这个意图，所以我用实色了。那这个颜色啊，这种效果，因为水彩它是有透感的，对吧？还是那句话，但是我的这个款式我为什么用实色？其实就是因为上面的这个星空我用到的是马卡龙色系，那如果我用的是透底或者说是半透底的话啊，它也能呈现出来马卡龙的效果，但是不会有实色这种打底的话，它形成出来颜色效果这么反差啊，所以的话呢，我选择用到的是一个实色。啊，这个只是个别情况啊，所以的用处还是偏少的。我可以写一下啊，不建议我们新手操作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去选择半透打底，因为这个是一个什么好处啊？不会出错。就怎么回事儿？它不会出错啊！就不管你怎么选、怎么搭，这个半透颜色永远是 YYDS 的啊。在你想自己去创作新款式的时候啊，我们都尽量去选择半透色就可以了啊。好啊，那整个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啊，下节课再见啦，拜拜。